话说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师徒4人一路向西行走。这一日啊，他们远远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，山势险峻，岩石层层叠叠。唐僧有点害怕，徒弟们呐，前面山路险峻，恐怕不好走啊，你们千万得小心。孙悟空赶紧说了：“师父放心，我们心里有数。”接着，孙悟空挥动金箍棒，在前面开路。嚯，这山里的野兽都被吓得是四处逃窜。不多时，师徒4人爬到高处，走到崎岖的地方，这肚子有点饿了。唐僧啊，就让孙悟空去找点斋饭来。孙悟空就说了：“师傅啊，这半山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您让我去哪儿找人家呀？”唐僧有点不高兴了：“嘿，你这猴子还真懒呐！想当初你在五行山下不能说话不能动弹，可是我救你出来的，为你受戒，怎么今天还不想出力了？”猪八戒也在旁边嘀咕：“是啊，这么大一座山呢，怎么会没人家呢？”一听这话，孙悟空赶紧说了：“师傅您别生气啊，我知道您又要念紧箍咒了。”孙悟空没办法，只好跃身一跳，飞上云端，手搭凉棚向四处张望，却根本看不到什么人烟呐。看了好久，才看着南山向阳的地方有一片红色。孙悟空赶紧落下云头说道：“师傅，有吃的了。这儿啊没有人家化缘，但南山有一片红色，估计是熟透了的山桃，我去摘几个给您充饥，怎么样啊？”唐僧高兴地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能有桃子吃，也是福分呐。”话不多说，孙悟空拿起钵盂，架起祥云，直奔南山摘桃去了。回头喊了一句：“你们等着啊，我去就回。”俗话说得好啊，山高必有妖，岭峻必生精。嘿，这山上住着一个妖精，孙悟空的动静可把他惊动了。这妖精夹着一阵阴风赶过来，正好看着唐僧闭目打坐呢，不由得大喜呀。太好了，常听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，今儿个可是走了大运了。这妖精正要扑下去呢，就看着唐僧身边啊有猪八戒和沙和尚护着呢。妖精心想：你看看，差点冲动坏了事儿吧？这和尚有人保护，不能硬抢，只能智取。不如我先骗骗他们。想到这儿，这妖精停下阴风，在山坳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。这妖精啊，左手提着青纱罐，右手拎着绿瓷瓶，从西向东走过来了。唐僧啊，正抬头看孙悟空回没回来，突然就看着山坡下边来了一个人，就对八戒、沙僧说了：“徒弟们啊，悟空刚才说这里荒无人烟，你们看，这不是有人来了吗？”猪八戒一看，哟，来了个年轻女子，就说：“那个师傅，你坐着啊，让老猪我去看看，别是来了个坏人。”说完呢，他放下钉耙，装出斯文的样子，摇摇摆摆可就迎上去了。走到路口，猪八戒看得更清楚了。哎呦，这女子长得十分的俊俏啊！八戒不禁的心动了，开口说道：“
女菩萨，这是要往哪儿去啊？这手里提着什么呀？女子含笑回道：长老，我是出门还愿的。这青纱罐里是香米饭，绿瓷瓶里是炒面筋，是特意送给过路的僧人吃的。猪八戒心里暗喜呀，回头就对唐僧喊呐：嗨，师傅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哈哈哈哈！师兄说去摘桃子去了，谁知道跑哪儿去了？说不定自己先吃饱了，再回来呢。您看，这不就有送斋饭的来了吗？眼前明明站的是个妖怪，猪八戒却没认出来。一听有饭吃，赶紧转过身，一阵风似的跑回去告诉唐僧去了。那八戒领着女子来到唐僧面前，唐僧行礼问道：女菩萨家住何处啊？是有什么心愿要还吗？这妖精见唐僧问来历，花言巧语道：长老，这山叫做白虎岭，我们家呢就在山下的西村，父母健在，我家世代信佛行善，今天遇见长老，真是有缘呐。唐僧赶紧说：善哉善哉，我有个徒弟摘果子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这妖精看着唐僧，还挺有戒备，不吃他给的东西，又笑容满面地说：长老啊，我这斋饭是干净的素斋，米淘了3遍，面筋是用麻油炒的，又香又软。猪八戒听了，忍不住舔了舔嘴唇凑上去就想吃。他小声嘀咕着：我这师傅怎么那么想不开呀？没见过这样的，现成的饭都不吃，还非得等那猴子回来。妖精一看，马上走上一步，笑盈盈对唐僧说：长老，您若不嫌弃，就请用斋吧。唐僧还是不吃，一旁的猪八戒急了，嘴里埋怨。接着猪八戒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不管3七21，凑上去就要张口吃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孙悟空摘了满满一钵桃子，1个筋斗就翻回来了。他一看那女子，心中就奇怪呀，这方圆百里都没有人家，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？孙悟空急忙睁开火眼金睛一看呐，果然是个妖精，连忙大喊一声：八戒，别吃！接下来孙悟空放下钵盂，抽出金箍棒，朝着妖精当头打去。